大家午安，我是群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燕英好，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大家在讲了岸田呢，他即将9月的时候就要走马下任了。目前呢，他们的经济到底状况怎么样？现在呢，日元确实啦，在前一阵子上冲下洗，目前是比较回稳的一个状态，已经连续3个月呢，他们减持了美债的部位，在中国还有英国的部分呢，则是增持。当然，它减持美债，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希望让它的日元呢能够再稳定一些些。现在呢，他们的日银的货币政策呢正常化前路还是有一些的颠簸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银呢现在有暂缓货币政策，那他们要等新政府上来之后再想一想，新的这个政府呢，它到底要怎么样来让它的内需更好一些些，来让它的进出口的货贸，毕竟他们是做贸易的嘛，进出口的货贸能够更稳定一点点。其实呢，在这一次你就看到了日皇呢，在这个日本2战的投降79周年的纪念日上面呢，他是讲说深刻反省，岸田呢则是避谈加害责任。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他跟前2次一样，没有提到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而同时呢，他又跑去自费的向靖国神社来献祭祀费，也就是所谓的预存了那中方这边就没有办法接受，马上就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件事情对待历史问题是一个错误的态度。视差敏感，所以呢，现在他们无法接受。韩国政府呢也同样表示深感遗憾，但是呢，在尹锡悦的光复节里面，他却几乎不提日本。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又让大家觉得说，你怎么每一次只要看到日本，好像膝盖就会特别软呢？还是说呢，在现在就你的立场，因为要跟美国亲近一点，所以日本哥哥就没有办法得罪呢？而且呢，要来看看是我们这一边3军仪队这里呢，空军基地这边有抗日名将高志航遭到日机攻击的殉难队史。那8月10号呢，为了纪念这个814空战，有开放营区，我们既然演奏的是日本自卫队进行曲的一个歌曲的时候，我们就想问了，那我们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其实呢，在整个地域上面，日本确实在亚太区来说，它也算是一个角色。好，可是对于美方来说，他现在呢需要这个角色来帮他做事情，最重要就是因为中俄确实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做法是设一个北极的航空指挥部，要提升他们自己在极圈这边的一个投射的量能。好，最主要也是呢，看到了最近包括了中方，包括了俄罗斯，从飞机、从船舰开始在这边绕来绕去，甚至先前呢还直接联合巡航，靠近了阿拉斯加，所以惊动了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更别提到在南海这一边了。好，南海这里呢，因为菲律宾这边已经派了船舰前往仙宾礁这里，希望来做一个前哨基地，所以呢，大陆这边的反制就是万吨海警船直接给它开过去，那彼此之间就要来好好的对垒一下了。目前解放军舰呢，在南海这边增并，据说是有3倍之多的，也就是说呢，他们的军舰有达到了9艘，里面呢，仙宾礁这里我们刚刚提到的3艘，中业岛这边2艘，4艘在仁爱礁跟黄野岛附近，平均分配。然后呢，他要告诉你的是，如果说美国这一边要持续来跟你做军演，或是日本这边要持续来帮你忙，澳洲这边要持续来插手的话，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彼此还有的看呢。全面性的一个评估，现在大家就要问的是，到底谁能够来打破这个平衡？好，原因是因为呢，对于美军作战专家来说，他在讲了这个中国的歼20真的有那么厉害吗？他觉得说他们的4代战机，他们现在都已经5代了嘛，对不对？4代战机就有办法好好来对付他们了。歼20嘛，那基本上呢，里面是有所谓的长程的空对空飞弹，但是呢，对于他们美制的4代机来说，他觉得对付歼20绰绰有余啦，它的隐身性也没有 F-22好，所以不用太害怕。好，真的应该要这样子来看这件事情吗？想请教一下董哥，您怎么样来看？因为其实对于日本来说啦，现在即将岸田要退位，那他退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除了说国内的一些政治的纷扰之外，经济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岸田要退位，他其实酝酿非常久。那这个久是怎么样子啊？因为那时候的川普顺势上来，川普非常讨厌岸田，
岸田当首相啊，就是存心就是抱住了拜登，可是没想到拜登不选啊，对他来讲冲击很大。所以你看，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啊，自己也提前辞职了。好，这个大使本来是很嚣张的，他常跑去教训日本很多人，然后对中国大陆对日本的政策指指点点，要日本人对于生意或者怎么样，或者对于宗教什么他都有意见，那他也提前辞职。那岸田这回因为他在任内他其实受到他自己派系就自民党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来自于安倍晋三的派系。那岸田很多人讲说他民调低才辞职，其实不是，因为明年年底才要改选嘛，众议院明年年底要改选。以现在来讲，他其实他现在还有20嘛。你知道以前日本的首相竹下登的民调低到什么呢？低到剩4%，他也没有辞职。所以日本就是很多现任的首相他如果不选举，他会很多事情赶快做了以后民调会低，没关系，就是趁这个时候做。那岸田或者前面几任首相都做了很多这个事情。那现在他的民调低，其实跟我们都知道嘛，他民调低就是跟那时候的收那个政治现金，整个自民党的政治现金和这个是有关嘛。那这个其实最主要是安倍的派系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他这种情况，就会觉得说，他这回的辞职完全是跟拜登，因为贺锦丽已经表明他大概不会走拜登的外交路线，即使贺锦丽打败了川普，那对岸田来讲，因为这个今年11月就投出来了，所以他自己任内，自己派系里面就会有压力，说你跟美国这个也处不好。他本来动作很大，赶去改革，他解散派系那时候不得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认为说我们自民党里面有这么多人都收黑钱，对不对？政治现金这么不干净，他就把自己的派系所有他自己解散，他的派系比较小嘛，他是池田会，他自己派系解散了，别人只好跟着解散，包括里面最强的安倍的派系都只好解散，因为首相把自己的派系都解散了，所以可以看到他那时候是很大决心，但是那时候因为还有拜登做后山。做靠山了，那现在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走得漂亮。那我想做什么就想做什么。是到靖国神社我就去，反正我自掏腰包。什么事情他都那个。我觉得他认为说我已经成功了，把我们自民党过去里面一些派系外界比较观感的东西，我已经把它改革掉了。那这个对日本或者对自民党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他完成了一个心愿。那现在当然你要接任的人，你现在就要考虑到了贺锦丽上任以后，或者川普上任，川普当然上任过，日本跟他交手过了，那他就是一直跟日本要钱了，就说我派这么多兵，你们就是要钱。他没有在台湾派兵，他都跟台湾要钱了，因为川普就是这种人嘛。那你又没办法抵抗他。那我觉得说，对新的首相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是。那岸田这回我觉得他想做自己的事情，他已经功德圆满了。那其实这个就可以看到，日本里面有很多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其实是随着美国的总统选举在改变了。是我们想请教一下杨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哈？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啦，看日本的这些政局，当然我们略知一二，可是里头我们要怎么样来看看它有一些 mega 所存在？譬如为什么他这一次就一定要自己跑到靖国神社去来献祭祀费，让中方不知道中方跳脚吗？肯定知道，有什么样的动机？我是觉得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复杂的国际情势，其实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跟原则。国际的共通的这些法律，那当然就是对于和平、对于战争的基本的立场跟态度都很清楚，这国际法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不能接受以色列政府对于加沙战争的这种报复屠杀，它不是防卫这种反击。那同样，在2次大战的时候，日本在中国跟在整个东南亚，甚至包含在澳洲，在南派。的这些作为，这当然就是战争罪行，这很清楚，因为东京这个法庭就是这么判定。但是在日本的战后因为很复杂的冷战关系，所以呢，自民党1955年成立之后，其实是日本过去这个对外侵略的很多的遗族、商社
政治人物的重新的组合结成而起。那因此，他经常在后续的这个文宣教育上，把日本就变成一个被害者，也就是战争的发动跟战争的罪行，跟日本在后期遭受到美国的轰炸以及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是日本人民在这个空袭以及原子弹之下的被害者，所以日本变成被害者，这个逻辑就已经慢慢的经过一些时间了，等于这样子划等号了。那当然，天皇他们自己家族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似乎你看这一次就很清楚嘛，这个天皇跟岸田文雄好像是处于两个平行不同的世界。岸田文雄代表的他是觉得他是日本人民，那是个被害者。我必须要讲，大家知不知道早田希娜，日本的这一次的桌球的明星，他自己回到日本的时候说，他想要去鹿儿岛的神风和平纪念馆，就神风特攻队的和平纪念馆。他的意思是为了和平，以及要去感受到他的家乡，他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成就。但他完全忘记了，神风特攻队背后代表的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侵略，当然是二战之后一种最后的挣扎。它是一种侵略行为。看在被攻击的国家，不管是中国、韩国，那当然都是很深刻的。那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举例而言，靖国神社前面2个石狮子，就是甲午战争时期在沈阳的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寺庙前的石狮子，而到现在仍然就这样子放在那边。所以这里面涵盖的是很复杂的。那延伸过来到台湾，现在因为中美的之间的对抗，所以日本跟台湾，至少我觉得民进党的支持者很容易把中美的对抗学的美国跟日本一样，把中国妖魔化，然后呢，觉得日本的最近的防卫白皮书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战略威胁，我还真的不知道威胁在哪里，就是钓鱼台吗？是不是？还是台湾海峡，台湾有事，日本就会来参与战争？还是说在南海帮助菲律宾去对抗中国的军事扩张？这些是真的如此，还是说其实是中美对抗之下，美国透过日本、台湾、韩、菲律宾，要在第一岛链不断的去制造事端，而把战争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把战争问题完全模糊化。现在的台湾跟日本对于加沙战争，我一开始所讲的这种已经超过4万人死亡，2万个儿童跟妇女死亡，凶手刺杀你，你就跑到他家里面，把他的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小孩通通杀掉，这叫做自卫反击吗？你能接受吗？4万个人在加沙，那二战时期超过1000万人在中国，那不是只有在空袭的时候，或者是原子弹的这个场合，日本人受害而已。所以我觉得像这一次这个长崎市长就没有邀请以色列去参与，就长崎市的和平纪念活动是正确的，而美国的大使拒绝出席是可耻的。是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因为其实我们在看日本的一些变化，某些层面来说，我们从放大一点地域上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一些强权他们的一些变动。好，包括了美国他们现在设了一个北极的航空指挥部，然后往南这边看到菲律宾这边蠢蠢欲动，感觉这里也是战事一触即发。你怎么样来看？美国当然希望区域间有更多的动荡不安，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干扰了中国大陆自己本身，按部就班的一个既定的行程。因为大陆本身它已经确定它的国家的发展方向，不管是一带一路用这种经济基础建设带动的经济、政治、外交的发展，跟周边的沿线国家，那让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是从软实力出发，然后逐渐影响的整个沿线100多个国家的发展。这是大陆第一步走的路。那大陆在这一次3中全会的时候，他要深化改革的时候，要把整个这个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要往上抬了。
所以也就是说，大陆要走向更高技术的、技术含量更高的，然后这个经济附加价值更高的、资本附加价值更高的这个产业要发展，要把代工的这种比重往下降，然后把这种廉价的、便宜的，或者是这个劳力密集的产业要开始做调整等等。那大陆的一个发展是战略很明白，就是那是10年、20年的大战略。对于美国人来讲，怎么样能干扰你的战略，不让你完成？因为大陆的做法是定了就要完成，而且每一年都要检讨它完成的比重。那如果一旦它10年达到了，那就赶上美国了；再过10年就大大的超越美国。这个对美国人来讲没办法忍受，也没办法接受可能会发生的事实，该怎么办？干扰你，让你没有办法顺利的来去推动。那怎么干扰？如果能够挑起中日之间，或是中韩之间，或者是朝鲜半岛之间的摩擦矛盾，那么让这个战争能够发生，这个对美国是有利的，对日本是有害的。那刚好日本的军国主义也要搭美国的这班列车，用美国的力量来解开他的这个所谓他自己认为的枷锁，也就是所谓的和平宪法，让他的军队成为一个正常化，可以把军力往外延伸的，或者把他的武器装备能够卖出去。他认为这些是绑住日本的一个枷锁，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自民党朝这个方向走。我们很担心日本的军国主义在线的时候会绑架这么多爱好和平自由的日本人，因为越爱好和平自由的日本人，他们基本上来讲是声音会比较弱的，他们只是会主张要和平，不要战争。可是您知道，在一个战争或是矛盾制造出来的时候，你主张和平的就会被视同为软弱，视同为你本身不爱国。所以我们担心的是日本在操纵，现在菲律宾也是一样。你看杜特地时代的时候，中菲的关系很好，南海是稳定的，这不利于美国。所以对美国人来讲，一定要挑起南海之间的矛盾，所以一直煽动菲律宾做很多事。我们都知道，菲律宾的综合力量跟整个国防科技的力量跟大陆是不能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其实菲律宾跟台湾都已经不是一个量级了，不要讲说跟大陆。但是你看菲律宾在这段时间为什么态度这么嚣张，这么的积极？其实背后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那就是美国在推。为什么？他希望中国大陆忍耐不了了，去打菲律宾，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去鼓动很多个国家介入，然后造成代理人的战争。他也希望两岸之间打起来。你看，我们广大的台湾的民众都不想战争，我们喜欢和平的民众，可是我们会被说成我们不爱台，我们软弱，然后把那些积极好战的说他是爱国分子等等的。我觉得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希望的就是造成这些中国周边，包括印度、包括南海、包括日本、包括台湾的整个动乱。那这样的情形，让整个中国大陆必须要分很多力量在这上面，然后它干扰它的既定的行程，这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如果说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举动其实也蛮战略思考的哈。原因是因为呢，看到大陆这边宣布对锑这一些比较稀有的金属呢，来开始进行出口管制了。那你会问这个东西用在哪里？好，直接告诉你了，这个东西呢，它其实用在军工业上面。好，比如说呢，美国的军工业产业里面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矿物——精准子弹。好，包括了这个引爆核武装置，或者是夜视镜，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军事装备。这个呢，就是必要的材料跟原料。好，说到锑，它其实呢，全中国的储量是64万吨，占比30%，是全球排名第一。第2名是俄罗斯，那它的35万吨的占比是16%。再来，美国本土它根本就没有锑的储量，所以呢，他们才会一直在讲说，我们其实如果真的要发展这一些的武器的话，我们还得看看中方这一边他愿不愿意来跟我们分享呢？而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在管制原物料的这一块，中方呢从去年就有动作了。去年8月第一波是加耕者，再来呢则是石墨高科技的原料。现在稀土的管理条例是今年10月会上路。那如果这样一波一波的来给它一一条列清楚的话，美中双方可以说在这个原物料稀土原物料上面已经开始正式对垒上了。而在高科技业的部分呢，美国国防部呢现在说，被中微公司这边给起诉了，而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半导体公司它先前被列入了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但他说呢，已经正式提起了这些诉状，要起诉美国国防部。他们认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做生意嘛，你这样子讲，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指控跟伤害。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抗跟对垒，到底新的总统选出来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现在呢是贺锦丽对上了川普，好，两个人的民调看起来好像有点被翻转了。川普要怎么样来维持他的势头？他去找了马斯克上他的节目，里头呢还特别强调说，我们美国3任总统都很羡慕中国高铁啊，还说了，中国高铁快得让人难以置信，舒服的让人难以置信，没有任何缺点。甚至呢，他也直接的讲啊，他说：“你们拜登其实也曾经讲过啊，对高铁他们是非常眼红的，因为啊。”我们这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竟然没一条高铁，这像话吗？好，甚至呢，有人这样子对比非洲，说非洲摩洛哥这边都高铁通车了，在美国竟然还没有一条高铁，是不是连个非洲国家都不如呢？而目前呢，大家也说有啊，他们有一条高铁正在兴建，是在加州。好，可是如果说川普真的选上总统的话，加州是蓝的嘛，川普是红的嘛，那个预算会不会卡住？会不会有问题呀？毕竟他曾经就对于这笔预算很在意，觉得说这里面呢可能有猫腻。那是不是现在因为选情危急了，所以他改口了，说没有，我其实很在意高铁，我愿意来帮美国建成第1条高铁。选情一直在变动当中，在3个礼拜之前，拜登看不到川普的车尾灯，而现在呢，则是川普整个被逆转，拜登目前人无事，不用变成参选人，无事一身轻，讲话都好笑起来，听听他在竞选场的说话。The guy we're running against, what's his name? Donald Dump or Donald whatever. They want to get rid of this, what we passed. They're fighting to get rid of what we've just passed. No, I'm serious. No help from Republicans passing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thanks to the tie-breaking vote of Kamala made it possible. Folks, 好，有没有发现人气突然之间又回升了起来哈？以前如果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人家会说你看他可能又脑子不清醒了。现在说他叫什么名字来了，现场一阵欢呼啊！你看选举就是这样啦，一时一时不一样。好，现在幕僚呢也已经先告诉这个贺锦丽了，讲说你现在如果要真的切割拜登的话，小心哦，人家跟你有不同的看法。特别的是呢，拜登有一些经济政策，如果真的是对女友造成负担的话，是不是现在这个贺锦丽这边愿意放弃，或者是做出调整呢？包括过往他很强调的美国制造，那这一些呢可能会变成一些问题，因为先前的经济确实没有真的完全的搞好，让大家觉得有 worth it。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转成生活成本的部分会不会更好呢？贺锦丽现在主打的是数位广告啦，据说花的钱是川普的10倍之多。那川普的部分呢，则是已经跟贺锦丽这里讲好了，说9月10号他们会进行第1次的辩论，第2次可能在9月，可能在10月，现在都还没确定。好，可是时至目前为止贺锦丽还没有接受过一次比较正式的专访。那9月10号的这个辩论就相信更加重要了。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美中之间的这场选举？非常重要，因为会影响到未来的排程。但中方呢，在这件事情是很笃定的，从去年开始，他们要对稀土来做管制。中国其实很不想也不愿意跟美国打贸易战因为大陆不认为一定要跟美国采用对立的一个方式，而且本来就是一个全球的生产供应链，应该要让它顺畅的一个发展，符合社会的整个经济的市场机制。因为我们本来人类间我们世界各国的各个企业，他们是根据这个市场机制建立起一套其实相对来讲稳定而符合资本主义，也符合理性，也符合价值成本的这个全球的生产供应链。例如说台湾的台积电，对于这个很高阶的先进制程的晶片，也就是做成实实在在的这个晶片，台积电就扮演重要角色在过去可以占80%到90%，可是它满足全世界各国的需要，不管是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大陆，台湾可以满足所有的需要。那这个很好啊，因为满足了大家需要，很多的就不需要再设这个工厂啊。可是整个都被美国人打乱了，被美国人打乱以后，那么经过从川普一直到拜登这么多年以来，大陆已经很确定了，就是美国
就是把中国视为假想敌，美国把中国视为头号的敌人。这个是这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在最近也是公开的讲，中国大陆胜于前苏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更大，是美国头号的敌人。是讲得这么的白，那你面对一个把你一直已经铁板钉钉的把你说你就是我的敌人，你就是我的最大的威胁者，我要卯足全力。过去的10年我已经卯足全力干你了，未来的10年我一样要继续把你打趴。然后这个大使已经讲得这么明白，伯恩斯嘛讲得这么的明白，苏利文也这么讲，布林肯也这么讲，拜登也这么讲。那很明显的，他们都摆明的态度就是，我未来的10年就是要把你中国打下来，如果打不下来，我就输你了，我就认了。那所以如果你是中国大陆，你怎么办？你当然你现在要开始推出反制了。那之前的克制被你解释成为软弱，之前的不反击被你解释成为我无能，我是一个纸老虎。那很明显的，大陆已经开始一步一步的反制动作了，从石墨，从稀土，那你看到一步一步来。那这些东西，美国不见得永远拿不到，不见得。可是它需要时间，它需要资本，它需要技术，而那些资本、那些技术，然后那些时间，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宝贵的，因为我现在换我来干扰你的武器生产的流程，换我来干扰你卫星的发展计划，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中国很多稀土，对于卫星的发展，对于通信设施的发展，对于军工企业，甚至连永磁土，就是连那个很重要的那个磁铁。你没有的话，你235就没有办法嘛。所以我目前大陆已经开始进行了干扰你。我可以说，美国一定会找到办法来解决，可是你要花更多的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国家跟你合作。那这个对大陆是有利的，我只是限制，而且我遵守 WTO 的规定，我并没有说禁止。我是要根据国家安全的理由，我要进行审查。那我不批准的，你就不能够出口。现在大陆在做的是什么呢？做的是哪一些叛国者，哪一些叛国的企业偷偷的把那些东西运出去？因为前段时间有查到嘛，他们用废土废料的方法，那么先送到东南亚去，再从东南亚那边运到美国去。那这个后来被查破，被破获了。所以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让这一些叛国者、那些背叛的企业不倒卖中国的这些管制的货品？那当然要用重罪嘛，也就是说你要用国家安全的罪才能够判这些企业者，让他不敢做这些背叛国家利益的事情。想请教一下杨老师怎么样来看？我觉得贺锦丽现在真的是这个声势大涨哈。那当然，因为他出来之后，本来拜登这个身体的问题、年龄的问题一下子被逆转，他变成年轻的。她是女性，她是非洲裔跟印度裔的结合少数族群，而且她也有一定的政治资历，参议员、副总统。那最重要的是，她充满了笑容。她提名的副手这个华兹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也跟她很有默契，所以那种正能量带来的，那尤其是讨厌川普的民主党的支持者，一下子被团结起来。年轻人被这个吸引来，然后呢，少数族群被吸引来，所以各位，现在贺锦丽她在全国的民调当中已经领先川普啊。我们看4个最重要的过去这1个礼拜所做的民调，贺锦丽是46比44，川普47、44、41、43、46、45，4个民调他3个领先。全国性的是一个参考，但关键还是这个摇摆州。那摇摆州的7个呢？现在川普过去在跟拜登对比的时候都是领先，只有大概这个 Michigan 州略为是平手。现在完全倒过来，川普只有在内华达州还领先个大概也许2%，其他都输1%到2%，当然都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但代表说贺锦丽这个升势起来。不过现在是他的蜜月期，这个蜜月期还会到8月19号，那基本上就是提名大会，而且刚才看到那个拜登他会去做演讲，
拜登会是贺锦丽的第一大助选员。那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族群的这个差别哈，族群的话呢，其实45%的白人支持贺锦丽，55%的白人支持这个川普。可是呢，这个非洲裔81%支持贺锦丽，然后呢，拉丁裔呢61%支持贺锦丽。所以你就会看，在都会区哈，在少数族群跟年轻人，现在如果他们确定会出来投票，因此投票率会影响，那贺锦丽声势会比较大。可是关键州这几个州哈，到时候真的是现在我觉得鹿死谁手很难讲。关键接下来呢，8月19号之后，那贺锦丽就要接受访问了啊。那你要针对美国人最在意的通膨、经济、就业、移民这几个问题，你要提出你的观点。而拜登这个川普呢，现在开始也知道过去有点不断的在抱怨，有点不断的在这个嘲笑。这个跟贺锦丽那个正能量比起来，那两个这个形象就差很多。因此呢，他现在有人告诉这个川普，你开始要讲实质的问题，你开始要谈政策的问题，因为这是你的强项。所以呢，接下来可能在政策面会有一些碰撞。那美国人在意政策吗？在意经济，在意移民。所以呢，贺锦丽我给贺锦丽一个建议，你把拜登聘为未来白宫的壮大美国委员会的主席，你就让这个拜登在他的这个政绩能够在你的这个政府当中能够有所延续。好，是不是能够1+1就大于2嘛？因为毕竟现在拜登看起来好像势头也还不错。董哥那个选举真的是千变万化呢，因为3个礼拜前看我们每个臭头。对啊，但是我觉得川普现在已经觉得大事不妙了。那他也想办法再提振，因为他以前只要打拜登年纪老，对他来讲很好。那他现在有些东西都改弦易辙了，包括你看现在赞美中国的基础建设，对，那中国大陆基础建设从来比美国强的太多，高铁只是其中一种，美国连一条高铁都没有，全世界盖高铁最厉害就是中国大陆，对不对？做电动车最好是中国大陆，那个电池第一强的也是中国大陆，宁德时代嘛，对不对？所以它已经有非常多东西超越了。你知道美国的国安单位曾经委托澳洲一个研究所去研究，说各种高科技里面他研究44项，结果这家澳洲的研究所发现里面有37项，中国大陆已经领先全世界，包括美国。他说我们都不知道中国大陆隐藏了多少东西呀。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情况其实不一样了。所以川普过去因为他带动，在奥巴马时代就对中国大陆有一些抵制，川普是加大弄成了一个中美贸易，然后开始对华为、对中兴所有的出手，那这些出手当然最后连累都是美国的老百姓，也让川普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吃了很大的苦头。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些动作现在中国大陆的意思是不一样了。各位朋友，你要注意到，美国政府最近国防部宣布说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无人机，我们要解除它的限制了，它可以卖给我们了。7月中国大陆做了一个声明商业部跟他的那个国防部做一个声明，我们现在的无人机现在要压缩，不能让它随便的出口，从9月1号开始，那美国就宣布说9月1号我们要开始解禁，你要解禁，人家还不卖给你呢，为什么？因为从这一次的俄乌战争里面，大家才发现无人机是里面最厉害的武器很多小小的无人机根本侦测不到，它就已经贴到你的身旁，它可以化作炸弹去炸你，它比那些你所谓的什么飞弹、导弹还好操控，还灵活，你知道吗？它现在战争的形态已经不一样了，全世界无人机最厉害当然是中国大陆，光大疆这家公司占全世界70%以上。现在乌克兰自己用的无人机在打俄国人，都是从其他管道偷偷去买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大疆无人机，你知道吗？那现在大疆无人机在荷兰是现在全世界买最多的，因为他帮欧盟各国买，他一年要买100万架，一年买100万架，所以你可以看到，买第2都是美国，第3个是俄国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种铺天盖地，他只要虽然是商业。它有一些东西稍稍改装就变成可以有攻击性，所以很多人没有想到说中国大陆的筹码非常多。那过去美国怎么修理它就比如说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些包括所有的预警机啦，或者那航母的那些电磁弹射啦，或者它的光刻机啦，它的晶片啦，对不对？然后 GPS 它是最狠的，它把中国大陆的眼睛把它弄掉，中国大陆自己弄一个北斗，比你还强。所以现在看到了，因为被美国的限制以后，中国大陆它反而自强的更厉害。它自己发问图强，自己去做很多东西。现在美国叫荷兰光刻机不要卖给大陆，大陆现在自己的光刻机慢慢就要出来，而且比荷兰还便宜很多，将来会抢占荷兰在全世界所有的市场。现在荷兰艾斯摩尔不晓得怎么办，他的那个执行长一直出来抱怨，美国一直要我们这样做，我们最后自己会很惨，没有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缓急的时代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强大了，就是欧盟你要限制我的电动车没关系，我也要开始对你们来实施反倾销，你的酒对不对？法国产酒嘛，所以可以看到你的猪肉，西班牙你最大声，来检查你的猪肉，所以现在已经很多动作跟过去不一样了。那我觉得川普讲出了其实美国很多人心声的话，对不对？这就是现在的不一样啊。确实啦，现在的世界不太一样，中东世界呢目前也不太一样了。最主要原因就是以前呢讲到中东，我们都觉得美国在这边讲话很算数，但是呢现在美国白宫一再的讲话，却好像每一次预测都差那么一点点。原因是因为呢本来说两边要好好来做和谈，那目前看起来就是没个结局嘛，所以白宫又在示警了。伊朗恐怕未来几天会无预警，强调是无预警就袭击以色列。前几天可能就真的是没有谈好了吗？因为现在的焦点其实就在于人质要怎么样来处理，停火谈判是不是真的能够达成？好，因为呢，以国这边的官员呢，他们就直接的讲了，就是外交部的一个特使，他说呢，现在区域的状况就是变本加厉嘛，可能严重冲突嘛，无可避免的，那你应该要立刻出手啊！原因是因为你有实力啊，你不开了很多艘船来吗？那你半天之内就可以打定了，那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一点，你要用你们有的核硬体的这些打击基础核设施，才有办法来做到这一点。伊朗到底已经这么多天了，打还是不打 ？CNN 的评判是什么？他们说这个叫心理战啦，先做飞弹即结秀啊，意思就是说呢，其实这一回以前我们就看到无人机啊，或是飞弹这样子的一个射击，那伊朗现在可能就真的是如他们自己想的，他用心理战的方式来先缓一缓。当然啦，前线谈判这边能谈也可以先谈，但真主党跟他们这一回可能就真的是分开来，彼此不同的步调跟行动了。专家的解析呢，则是直接讲了，说军事上面没有要对以色列动手，但是呢，这个外交战只要他一拒绝，那就是师出有名，比较让人家更没有办法说话。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以色列他本质上是拒绝停火的嘛，那为什么做谈判桌权宜之计啊？而且呢，另一方面，是不是把破坏中东和平的责任就推给了哈马斯跟伊朗？你们这些兄弟们，巴勒斯坦好不容易团结起来，为什么最后没有办法好好谈到中东的和解？还不就是你们搞出来乱？好，美国呢？虽然说大家都觉得他目前不会打，但是该来的都来了 ，F-22，然后林肯号现在呢都是往中东这边来部署。那美军呢是强调他们应该不会亲自的下场，可是不是只有美国人来而已，英法的外长也一起联合的访问中东，大家担心的都是会不会有更严重的事件，甚至日本外相也来了。日本外相山川洋子计划2829呢要访问卡达跟巴林，要就此来展开协调。哇，大家都来了，那真的有得谈吗？那地区上头你会问，伊斯兰兄弟们先前不是开了伊斯兰大会吗？现在状况怎么样？好，大家关注的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原因是因为他们先前有要跟以色列谈关系正常化。现在沙国的王储的讲法是说，他们不久前呢，其实有跟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因为现在面临一些政治风险，他也担心再谈下去的话，是不是我自己身家不保会不会被暗杀甚至呢，他至少一次提到了说呢，这个总统沙特遇刺的事件，所以呢，他也特别的强调说那你要这样子讲的话，一直要叫我说跟这个以色列好好谈我们有这个好好对话的空间，那有要保护我们吗？那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在问了，其实目前的沙特阿拉伯他们怎么样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
他们要做的可多了，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只卖石油，想要做什么太阳能啊，跟中方这边好好的来合作啊，石油管道的这一些布局啊，甚至呢在中方这边有所谓除冠建设的速度，这些都在他们的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下，中沙双方有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而且呢，因为地区上头的问题，所以呢，看到的是中欧班列越来越多人使用了，不要经过这个冲突地区红海这一边，转安全的去。那这一些部分呢，其实都会让中方在整个中东的区域上头的位置上面的战略地位上面，更加不一样。想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好，中东这里呢，大家都认为应该会打吧。虽然已经好久了，但是他说是心理战。白宫告诉我，随时都有可能会打，您怎么看？白宫当然担忧担忧以色列跟伊朗的军事冲突，那么不断的恶性之后升级成为战争，然后变成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美国如果被卷入跟伊朗的战争，这个问题就大了，中东地区就不稳定。那中东地区一旦不稳定，油价就会飙涨，物价也会上来，金价也会上来，这些都是目前美国在选举期间最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发生的事。特别是民主党的美国，他们最不愿意看到。欧洲跟日本都是没有油的国家所以欧盟跟日本也最担心的就是爆发这个冲突，因为一旦爆发冲突以后，油价一上来，他们又没有办法从俄罗斯那边买到这个廉价便宜的油，那这个对于他们的经济来讲也是雪上加霜。那当然，大陆跟印度在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可以从俄罗斯那边获得足够的油源等等。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了，他说：“你美国你可以出手，半天就搞定了。”意思也就是要美国帮助以色列，就把伊朗的这些基础设施，也就是所有的发射器、军事基地一次的摧毁。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讲法不负责任。为什么？因为伊朗有能力去把这个海峡就应该是赫尔木兹海峡把它瘫痪。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把它瘫痪或者封锁，或是更多的船到这个地方把它炸沉，那这样的话，你中东地区的油都运不出去，这个全世界就乱成一塌糊涂所以我个人是，然后再加上胡塞组织对于红海的攻击，如果越加的猛烈的话，那整个全世界乱糟糟。所以对以色列来说的话，它无关紧要反正它主要的还是可以透过地中海把它的油或是其他东西卖出去。但是问题就在于对中东地区的国家呢，对全世界，对我们亚洲的国家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些讲话、这些论调站不住脚。美国的担忧是合理的，美国的担忧他不希望战争发生。现在谈判还在进行中，可是美国、埃及跟卡达他们在多哈，也就是在卡达这个地方进行2天的谈判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果。现在又延长1天，就是今天16号这一天。那他们的时间比我们晚5个小时嘛，所以我们现在是下午的时间，他们就是中午还在谈。这一次是再往后延了。可是如果今天还是没有谈出结果来，那么伊朗觉得够了，或是这个黎巴嫩认为够了，反正我已经再给你时间了，那你们就是不愿意谈出结果。那这样的情形下，你就不能排除在明天、后天，或是大后天、下个礼拜，那伊朗开始采取行动。问题是在伊朗如果一旦采取行动，伊朗要不要有效的行动，还是像上次一样雷声大雨点小的无效行动？一般估计这次是会想要有效的行动。那这个对以色列来讲一定会反击，那冲突往上升级的可能性就高了嘛。往上升级可能性，我想可能美国他们也都很不希望吧，毕竟他们正在选举，万一又往上升级的话，中东的局势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大选。我们先接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讲到了中东的局势，想要请教杨老师怎么样来看？我觉得伊朗是不会打以色列了，至少在这个事件，在目前在当下因为第一个4月14号的时候他已经打过一次了，他在大马士革的领事馆被炸
死了10多个人，那个是等于是自己的领土、自己的领事馆、自己的人员。这一次呢，其实是一个主权被侵害。沙烏地阿拉伯、中国大陆很多国家都这样子，就是说认为。那但是呢，是哈马斯的领袖在德黑兰被暗杀。对，那很清楚背后是一个操作。那他就希望你再打一次，你再打一次还会重演4月14号吗？那如果不是更扩大的话，你等于是让以色列的还击，以色列一定会还击啊！以色列怎么会？你打了之后，我就还好没事，对不对？你看看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这个作为，所以以色列的还击会造成对伊朗的怎么样的破坏啊？而这个国家其实从1979被美国制裁到现在，那其实他要有一个机会要发展，他也跟他的宗教的势敌沙烏地阿拉伯和解了，建交了，在中国大陆的见证之下，对不对？他也加入了上合会，他也加入了金砖组织，那至于他要不要拥有核子武器，其实只有川普退出，美国退出，所以我是觉得伊朗就效益而言以及就后续的这个发展而言，他打以色列，如果像上次4月14号一样的在打以色列，其实并不符合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战略利益。那当然，他现在把这个事情跟加沙战争是否能够停战做结合，我觉得这正确因为毕竟是哈马斯的领袖被炸死，对不对？那现在加沙这边死了4万人，那你就看到这么多英国、法国、日本到那边给身，去那边干什么？你们为什么不谴责以色列？你为什么不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去、耶路撒冷去，或直接到加沙去？不要打，手一伸开，是不是？你跑去叫伊朗不要打以色列，你是以色列的代言人啊，你根本就是美国的，等于是说帮美国在做这个沟通的嘛，是不是？你自己都知道，我觉得这些政治人物完全的违反一般的我们做人一般的国际的规范，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真的要看清楚我想越来越多这个穆斯林的国家跟人民就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是，等等广告回来，我们要请董哥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要请董哥帮我们做总结。中国大陆驻联合国的代表傅聪，他跟他钢琴家傅东是他这2天有一个讲法，其实我们这边大概都没有登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大陆没有办法接受以色列去攻击学校。他说全世界不管怎么样战争有些地方是不能打的，学校、医院这是不能打。你是明白，我就是要打学校，死100多人。